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雷鸣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导师的人生智慧，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这一对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结婚30多年了，虽然我没挣什么钱，但是帮你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，我也尽力了。你不该这么伤害我。你现在是老了，也干不动了，也挣不着钱了，才想着回家。我没看不起你，也没伤害你，以后我会多疼你一点的。要不是害怕2个孩子，结婚的时候因为单亲家庭被歧视，我早就和你离了。我确实过去几十年对你太不好了，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以后我会改的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陈先生55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。杨女士52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家庭主妇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今天您来干嘛？我来借助咱们平台说说我这7年的辛酸。一开始结婚的时候，虽然穷点儿，那是挺幸福的。后来有钱了，怎么样了？说吧。有钱了就飘了。一开始是出去吃饭喝酒，到晚上8、9点钟回家，我感觉是正常的，我挺支持他的。后期呢就变到是半夜或者是3更半夜不回家。再后来呢就可以说是成宿不回家。动过手吗？在这期间？也争执过，也动过手。吃饭喝酒，我认为啥呢？有些时候是跟朋友，有些时候是跟客户。朋友有时候叫去喝酒吧，我认为是很正常的。特别跟客户，你说客户来了，作为我来说，我应该尽量说能陪好客户，尽量陪好客户。他说夜不归宿呢，就是只是偶尔的情况下。客户来了，你说吃完饭，喝点酒，打会儿麻将，打会儿扑克，我认为都很正常的。他就是有些时候不理解，说你夜不归宿。实际有些事我也都跟他说过。他是给我解释说是陪客户，完后期我就给他打电话，就听到里头特别有女生的声音。那在饭店吃饭吧，饭店吃饭不光说有一桌都是男的，饭店吃饭那么多人，有男有女，那非常嘈杂。他听着有女人的声音就认为我跟女人在一起吃饭。实际我们这客户基本上都是男性比较多。就是您没跟女人吃过饭是吧？有跟女人吃过饭，也都是客户带的爱人来的，携着爱人来的。那您怎么不带着爱人去见客户啊？因为我比较大男子主义，我认为吧，你在家看好孩子，干好你的事就得了。他就真的就那么干干净净吗？按他的说法。所以说我听到这声音说他不承认，我就有点那个猜疑。女人心思小，我指定是猜疑。我问他，他不但不解释，就是以后就是给打电话就甚至急眼。后期他有一回就是喝酒喝醉了回家，可能这是微信没有清理掉，我就发现里头有女士聊天记录。那个聊天记录总共就2条，是添加附近人添加的。添加以后他发了条这个信息，我就礼貌的回了一句，我拿的也没当回事儿。结果回家我也没事，本身拿的就不太在意这个问题。不是没什么事儿，您特别忙着见客户，什么时候又添加了附近的人呢？那是在工厂闲的没啥事儿嘛。对方说了一句什么，他回了一句什么，您还记得吗？他喊人家什么亲爱的有宝贝儿，他认为是没事儿，我认为这个事情特别严重。他不是，他头一条信息是这么来的：亲爱的宝贝儿在吗？我说亲爱的我在，就这么2句，剩下啥没有。他就认为那这个信息再往后什么内容都没有，这里边就是事儿了。我认为是咋的？要是说平常关系，始终他这个不认为了，始终在他心里边就是个刺。他认为没有意义，好吧？这件事儿咱们就当您那个解释的版本是对的，闲聊呗，是这意思吧？就闲聊，这事儿过。我就从那以后我就是不信任他，他就有时候说是真的，我认为也是撒谎。我就怀疑他外边有人。他可以说是，长达3年不回家，就外面有人了。没有，我就说是有人，我认为就是有人。您见到过那个人吗？没有。那3年不回家，您不找他吗？找，指定是找，电话也打。他住哪儿了呢？他跟我解释说是住老人家了。
我老婆婆有病，她搁那伺候，结果现在老人跟我说，她伺候我，她来了我还得伺候她呢。那您那3年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刚开始吧，是我母亲眼睛做手术，白内障做手术。哎呀，这个手术我们都知道嘛，你顶多陪3个月到了头了嘛。回家以后吧，就不用再说了嘛。后期就上外地去打工去了，就没在家。那你打工为什么跟爱人说？打工钱呢？3年没给我1分钱。因为吧，到后期吧，我做工厂的时候，到后期吧就赔了一部分钱，赔了部分钱呢，我这工厂也经营不下去了，就没招了，我就出去打工，想努力把赔了部分钱想赚回来，就这么回事。我去的地方，实际他都知道，他没有他不知道的，啊，是吗？他就说上外地打工，他跟我说了，确实是说了我就说3年，你最起码的你挣多少钱不交给我，最起码的生活费你得管我吧。我都已经跟他说过 N 多遍了，啊、我这做工厂的时候赔了一部分钱，这部分钱必须得给人补上，我还不能用他去补，只能说我自己扛起来。他给我的解释就是说还账，一要钱就说还账。对，就是3年没给您1分钱是吧？对。说是在外面打工。对。是吗？对。那您为什么怀疑他是在外面有事儿了呢？有时候跟我解释说是打工，有时候说在他妈妈家住，结果呢，我到老人那和他说的都不一样。所以我就怀疑他外边是不是有人。您能确定他外面有人吗？咱不用怀疑这个。那没有，我只是怀疑。那当时你们怎么处理的这件事情呢？我们俩就一直冷战，一直到现在。一直在争吵，别见面，见面就吵。我们后期就是闹到可以说是上法庭离婚的地步。您起诉他了？没到起诉的那个和解，俺俩去的，签了一回字，那这不有那个1个月是3个月冷静期吗？完了后期他回家他就说的那个，没有的事儿我可以改。我就是寻思啥，孩子大了，不能说让单亲的孩子被人歧视，我就是忍了，我就说。不去就不去，我就看你表现吧。实际吧，他所怀疑这件事吧，根本就没有影的事儿。但是吧，他这个疑心特别的重。我在家的时候，我也跟他聊过这些问题，始终在跟他聊，但是他始终都不信。我曾经跟他说过，我说我这几年当中在外地，我这打工，我就那么容易吗？我也不容易，舍家撇业的在外边。本身吧，这个身体还这么单薄，在外边出这么大力，挣点钱，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，不为了这个家庭。你口口声声为了家，不为了这个家，我能说舍家撇业的把家？行，我问吧，您努力的给家里挣钱了是吧？对。钱呢？我刚才我说了，我曾经做工厂的时候，最后期的时候。您做工厂的时候那些钱呢？这不做工厂前一部分的积累是盖厂房了，后一部分呢，就是做的不太好，就赔了一部分。所以您富贵的时候，夫人也没跟着享到福嘛。我也没说让他遭过罪呀，我也没说让他去工作。那我很好奇啊，资料上也说您没有工作嘛，家庭主妇嘛，您靠什么生活？他也不给钱，娘家吗？娘家帮我。娘家经济条件好。对。娘家是帮你还是帮你们家？帮我们家。这个我们怎么理解？孩子假如说上学没有钱了。回家一说，完了我妈就给点，说的是孩子交学费呀，是啥的都可以，都拿来这帮助了，都这。那也都是借的，虽然说是说借，但是我俩，但是那个钱我跟你说，我说必须得还的，我也没说什么钱，孩子上学这个学费除了孩子上学的学费，娘家还贴补过什么吗？像交取暖费啥的，全是娘家帮我。啊，就是。等于闺女嫁出去了，还是爹妈在养吗？对，这个说的对吗？这个有。娘家他有问娘家借过钱帮衬过吗？他一开始他去拿钱是借给他，后期就是他回去拿钱时候，我俩就是闹得这样似的，也不借给他了。也就是说，您还问岳父借过钱？借过钱。借过多少钱？盖厂房时候，我曾经一把就拿10万，借了10万，反正大约是20多万吧。还了吗？到现在没有，他就等着动迁还，他倒没说不还。您刚才不是说挣了钱盖厂房了吗？怎么这盖厂房的钱又是岳父的钱呢？因为我盖厂房，我那厂房总共投了100多万，我的钱不够。刚开始吧，我们这个行业形势还挺好，就寻把厂房扩大一些，自己的生产量不能大一些嘛，就这么想。说白了，不是还亏了岳父家的钱吗？是。做买卖跟娘家人拿钱，到现在不还这个钱，不还这个钱，对人闺女好点也行啊，看看怎么对待大姐的。
现在是没钱没还吧？没有没有。好，您讲讲吧。我呢，前年出车祸了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第一时间是给他打电话，那阵我俩就是已经不联系了，我也给打电话，我说我出车祸了，给我送医院去了，当时我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他说的，虽然说是你出车祸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得管你，我当时挺感动。结果给我送医院去了，第2天就给孩子打电话。我姑娘在北京，给孩子调回去之后，就让孩子伺候我，她就没影了。我卧床了整整是2个半月，下不了地。是孩子在那一把屎一把尿伺候我2个半月。他这个事儿吧，这里边吧是有原因的。他出车祸的时候吧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去给他送到医院。送到医院以后呢，我伺候了他2、3天。我就让孩子回来了，因为啥呢？我当时我们一个圈里边的干家具，我是个这个干家具，一个圈里边有个厂，他新建了个这个厂子，他雇我，就是在他没出这个车祸之前，他找到我，让我给他去负责这个厂子，那边还离不了我，那边我还脱不了身，所以说我就回到那边，帮他把这厂子捋顺。他呢，我就让姑娘回来伺候他了。我当时以为啥呢？他这个吧，就是单纯的一个骨折而已。当时，那姑娘伺候不也一样吗？我外边我在忙我的，是吧？这不两不耽误吗？当时我就这么想的。好，所以刚才大姐在说的时候说2年前出车祸，那个时候已经不联系了。对。为什么不联系？你们俩那个时候的婚姻状态是怎样的？那咱就是上法院去了，不是让冷静期吗？那段时间我们就不联系了。完了，后期我也是出车祸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想到他，我说得让他给我送医院去，因为我在那挺无助的，父母岁数大，我不可能找别人，我就给打个电话。行，那这个从医院里面出来之后2个人又在一起生活了？没伺候我，他直接就走了，完就没影了，就这3年就始终在外边。到现在为止他没回过家？最近是能有2个月吧。2个月前。那他到底有多少年在外面啊？左一3年，右一3年的。家里就像旅店一样，偶尔的回来一次，住1宿就走了，就这样式的。哎呀，所以诉啥苦啊？还有什么意思诉他干嘛呢？我是为了孩子，我考虑。您孩子多大了？也27、8了吧。那你为孩子为啥呀？我就怕孩子那个找对象的时候，让人说单亲家庭被歧视。那你受的这些苦，闺女知道吗？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这一个当爹的，这听起来好几年的不回家，左3年右3年就不回家，在外面飘着，理由就是我给家里挣钱去了。结果在家里的妻子1分钱收不到，还靠娘家养活着，这里面还拿了娘家的20多万。你们结婚一共多少年？30多年。结婚30多年，打他开始干买卖有钱了就这样是吗？他干买卖干了多少年？也有20来年了吧。那也就过了7、8年的好日子呗。穷那时候算是好日子。哦，穷的时候反而是好日子。对。自打做了买卖开始就不着家了。对。应酬就多了。对。然后就发现他外面有7、7、8、8的事儿了。对。然后就发现这个男人开始常年不回家了。对。买卖赔了，常年不回家了。不就这样吗？就是这样。那您诉这苦是干嘛呢？我也没搞清楚。我就寻思，为了让孩子不被歧视，将来找对象不让女婿看不起。您闺女27岁了，还没对象呢吗？孩子受家庭影响吧。孩子跟我唠嗑就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想找对象，因为啥？我爸这么老实的人都靠不住，我以后不想再找。”所以这些事儿闺女也知道呗。对。您怎么打算呢？我的目的是，我说的那个，因为啥呢？他本质不坏，想呢，毕竟是从小夫妻，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现在人家也没打算离开你啊，对吧？是。你现在提出不过了？没有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想让你们说说他，让他改。说他啥？让他改。改啥？挣钱。最起码得往家交钱吧。就像我来之前，我俩就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我出去就是做那种家政，知道吧？
我就让他和我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就是都是一天一结的，干完活呢就和我要这钱。我就像开玩笑似的，我就问了他一句，我说的你攒多少钱交给我？结果就生气了，莫名其妙的就走了。他老要求我的经济大权他把着，我是考虑到我这边还有一部分这个欠款，我是着急把我的欠款先还上，把这一部分这样式的话，大家都不知道是吗？啊，大家都觉得你很。本该这是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幸福家庭，完全可以幸福，但是这样的幸福被你打得鸡飞蛋打了。一个男人说我以到外出打工为名，3年不归家，有几个女人受得了？10个女人有9个都是忍无可忍，剩下1个就是你。现在很明晰，55岁了，快步入老年了，他确实不愿意和你离婚了，因为接下来他需要有一个人照顾，那就是你，你明白吗？这样的男人最好的归宿，到了老年不是婚姻，而是单身，让他孤独去吧。所以一句话，大姐，你此刻应该清醒了。沙大老师，什么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？就是在杨女士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您真的是活该呀，就是活该呀。因为你之前的一次次无底线的原谅，造就了您如今现在这样的下场和结果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居然还能让我们劝他回归家庭，您想什么呢？我告诉您，他什么时候会回家哈？老了，玩不动了，没有人要他了，一生病的时候，现在就是就回来了。哎，然后就找您了，来吧，伺候我吧，老伴儿嘛，对吧？为什么一直不跟你离呀？为什么一直留着你呀？美其名曰说不想让女儿被别人瞧不起，不好找对象。我告诉你，正是你的软弱才害了惨了你的女儿。你女儿未来的婚姻之路能幸福吗？看着妈妈这样被欺负，然后依然不肯离婚，她身上得背负多么大的压力？你一定会告诉女儿说，妈妈都是为了你，你凭什么要为了我这样啊？你让她心里有多么大的负担，她怎么再去敢走进婚姻？我有脸幸福吗？你的人生已经这样了，就不要再害了下一代。女儿都27、28岁了，你还在说担心女儿未来怎么样？你一直在用这样道德的绑架着你的女儿。所以不要做白日梦了，你不要奢求有一天这个男人能懂得你的委屈，能理解你的委屈。他想要回归家庭，就是等到走不动的那一天，让你给他推轮椅。谢谢张大老师。雷老师，大姐啊，你已经给自己预备好了2个逻辑理由，这2个逻辑理由啊，就是一个是我怕我女儿被人看不起，所以你就不能离啊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丈夫有什么必要发生哪怕一丁点转变？你告诉我，他有什么必要转变呢？反正我好与不好，我老婆都跟我白头到老，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做个好人？我告诉您了，您现在已经给丈夫的许诺，以及他为什么不会改好。我接下来跟您聊一下，就是如果我是一个27岁的女孩，我为什么会害怕婚姻？婚姻让我觉得幸福，我去拥抱它；婚姻让我觉得不幸福，我离开它就是了。我为什么要怕婚姻？你告诉我。因为我看着我妈离不开，我看着我妈苦，我看着我妈累，我看着我妈被忽略了那么多年，我妈就是离不开。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女人在婚姻里自我透支，在婚姻里苦巴巴的守着。我看的就是她对自己那个常年不归家的丈夫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以至于去求助5个陌生人。而我的妈妈都摆脱不了这个叫婚姻的东西，我怎能不怕？明白了吗？你根本没有教会她怎么摆脱一件让她觉得不幸福的事情，因为你都摆脱不了。我说完了。谢谢雷老师。明达老师，
往往一段大家都认为该离的婚是最离不掉的，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个婚姻维持下去太难看了。但是那两个人能不知道吗？他们比我们更清楚，是我们看不见他们之间必须得维系的那一些原因吧。也许那一些原因就是来自于胆怯。刚刚大姐说不离婚是因为担心孩子以后怎么嫁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你的孩子将来嫁人的难题不是因为你离婚，比如说因为我妈没工作呢？假如你的孩子嫁不掉是因为你没工作，你怎么没有奋发努力成为一个女强人呢？万一你女儿遇到的对象说，之所以我们家跟你们家不配，是因为你的父母没有大学毕业，所以你们为啥没有去考个本科呢？既然你们觉得你们孩子的人生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就跟你们做的有关，那你们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努力夯实呢？反而拿自个儿仅有的这一点东西来说事儿了啊！我离婚了就会影响我孩子。你离不离婚跟你孩子还真没啥关系，但是眼下你可能会拖垮你孩子的人生，因为这样下去你的健康会出问题，而你的老公不会管你的健康的，他会是那种真的你在医院里待着，他也会心安的待在他所谓的妈妈家，因为还有女儿照顾你呢。而且女孩子比我心细多了，我在医院啥都不能干的，所以他早就把你推给了孩子了。你现在还有什么呢？仅有的其实也就只有这一点健康和这一点倔强。今天你来问我们希望发生奇迹，但奇迹不可能发生。姐姐呀，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是你的丈夫还会出轨，对于他来讲，他对自己的人生还大有期待呢。对于他来讲，还觉得我翻盘的机会一定还在不远处呢。而您早就使他扔在一边那一块不想再捡起来的破布，当然会留着你在原地，因为你不碍事儿，你甚至还能够帮忙。我们什么时候嫌抹布多余呢？除非抹布自己跳在客厅上，跳在客人的面前，对吧？他早就把你扔在一边了，你还在谈我离婚不离婚，和你回家不回家？你们没有家，你们这个婚姻也只有一个章而已。但这一个章在你们两个人的婚姻事实里头，其实好像对先生没有任何约束力，你也从来没有打算拿过法律来制裁过你的丈夫。所以今天要什么呢？奇迹不会发生。假如要离婚的话，早点离，自己的人生还能开始第二春，至少不用再苦苦等待一个永远都不可能改的男人，让他再一次伤害你了。而这个大哥，我也不相信您会改，您也就不用再说漂亮话了，那些漂亮话自己咽下去吧，给你的宝贝儿们写。唉，最伤感的实际是什么呀？3年，这么长时间的不回家，跟家里人断了音讯，电话不接，道理是什么？这还用大家去猜吗？这就是另一个悲哀嘛，就是一个男人撒了大半辈子的谎，老了还要撒谎，都不敢勇于承认你曾经背叛过他，你曾经背叛过这个家庭，哪怕你说我背叛过，我想回来，求得原谅，这都好一点吧。行了，两位自己看吧，该说的事儿都说了。我觉得老师们有一个核心跟您说的特别好，到底是爱女儿还是害女儿，都在您的一念之间，您自己去做决定吧，大姐，好吗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我也知道这些年苦了你了，我会用行动来弥补你对你所有做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预测一下吧，包红兄，男出女不出。我觉得他离不开他。谁离不开谁？就这女的离不开这男的。就是他连去现场看一下、求证一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的勇气都没有，他怎么有勇气离开这段婚姻呢？就是我拒绝当一台阶儿。他从黑龙江到这儿，不就为了给自己老婆一台阶儿？给台阶儿给够了，老婆不会离婚。他从黑龙江到这儿，不就为了踩这台阶儿好下台？
他下得来，他就不用离婚了。但是我希望他们俩都别出来，我拒绝当这样的台阶儿。好，米娜老师，希望大姐能够觉悟吧，在最后的时候放自己一马，别出来了。其实他不是放自己，我倒觉得他放闺女儿一马。就刘老师说那个特别对，之所以他的女儿恐惧婚姻和男人，是因为觉得摆脱不了。对，他不敢去，我万一错了，人生是有修正错误的机会的。母亲给到的示范是，一旦我错了，我的人生就彻底完了。对，啊，每次抱怨我逼你放弃了梦想，你得有一点担当。我也需要你能理解我在我爸妈和你之间的难处。要不要继续在北京打拼这件事，咱们还需要再商量商量，不能想一出是一出。咱俩既然已经在北京了，就要一起努力，不能只靠我一个人找工作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张先生21岁，来自河南，大专毕业生，有请。王女士21岁，来自河南，大专毕业生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这肯定是大学恋人是吧？对。现在在哪儿啊？现在在北京工作。做什么工作呢？我们是做一些服务类工作，餐饮一类。啊，今天为什么来？我们觉得从学校到社会上，转变了很多事情。哦。然后想听一下老师们的意见。哦，这是让你们给他们指点一下人生呢，是吧？是的。说说你们的困惑呗。我们刚毕业不久嘛，来到了北京。先开始就想着，先出来闯荡一下，看有没有发展空间。但是我们接触到这个行业之后，也是因为人生经验不足的问题，有休息的时间就想休息一下嘛。休息的时候，他这边就是总会觉得我不上进，然后觉得我一休息就不出去再找个兼职之类的干。我们工作有休息的时间，然后我们休息时间，我觉得浪费了不太好，因为我们在那儿吃饭呀，总得需要花钱的，我们就想要去再做一下兼职之类的工作。是你还是你们想？是我先提出来的啊。他不太愿意，觉得想休息嘛。你们在餐厅里具体做什么呀？就是礼仪接待嘛。所以你想做兼职，他不想。那你去做呗，让他歇着呗，不就完了吗？但他这边想的就是，我现在就是不去上进的工作的话，就是对他的未来是有一定影响嘛。他会觉得我是个不上进的人，就是跟我在一起没有未来。那就上进呗。之后我也有选择去上班。虽然那个工作是他给我找的，但是我也每天都在去。啥工作呀？一个就汽车美容嘛。我每天也是尽职尽责，就是每天都上班啊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工作的地点离得很远嘛，他的一些同事呀，就是身边的人就是无故的对他好，但是在我眼里就看着就很不舒服嘛。就是上一次我生病了，当时还没有下班，然后我一个同事说要带我回住的地方，我就跟他说我到宿舍了。但是他也来了，我没有给他说有人送我回来，但是我也给你解释了呀。但是为什么我去找你的时候你不跟我说呢？那我不是怕你多想。你不给我说我才会想，好不好？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每次跟你说了之后你都会多想。是等于男同事送你回宿舍，是吧？然后他也同时来了。是他看到了男同事送你回宿舍，还是看到了男同事在你的宿舍里？我正在上班嘛，然后我还没有下班，他那边已经下班，就是身体不舒服。他跟我说了身体不舒服之后，我就直接请假过去了啊。然后他那边男同事直接把他送回家了。我到他单位的时候，他已经到寝室了。那有啥呀？就是那一天下着雨嘛，然后我没有打伞的话，就是我离他那儿工作还是比较远的。然后我淋着雨跑到地铁站，我过去也是费很大劲，中途一直在联系他，也联系不到。然后到宿舍之后，他跟我说他到宿舍了，就感觉心里很不舒服。之后我就去他宿舍楼下，然后他也下来给我解释这个事儿了，但是这个事儿我还是忘不掉。但是现在我已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连同事关系都没有，联系方式都已经删了，你还要多想。所以说你是为了我才跟他断了吗？对呀，我是为了你。后来我不是
跟你回家了吗？你回家是因为你找不到工作，你没工作了。什么又回家了？回哪个家？我们在北京工作是从老家过来的啊。然后老家那边就是一开始就是他要提出来北京，我说要跟他一起来。然后我们找到工作之后，就工作比较不稳定，又找了一份兼职。然后他说我不上进，我在兼职同时我就每天都去。然后我这边兼职就是刚稳定下来，然后他这边就是工作他很不稳定，然后他找不到工作，他想父母不同意他跟你交往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差不多。这姑娘也觉得父母没什么问题，对吧？你也是不想跟他交往了吗？没有，我是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都照顾不好自己，我只是想让我们先暂时的。哦，就是回到老家之后，在父母的影响下，你想暂时的先跟他分开一段时间，是吧？是。赶紧回北京干活去吧，磨叽什么呀？我们既然有工作，已经毕业了，我们已经长大了，就应该，你最起码在朋友面前和父母面前，你多少会承认我，就不能就是我们跟朋友出去的时候，他都就不会承认我的存在。他没有官宣你跟他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为啥？我觉得我还小，不能。不是你还小，你恋爱都谈了，你在那儿这还不能什么呀？不能让家人担心吧？你不让家人担心，你别谈呐。那你这不骗人吗？他之前跟我说过了，就是他家里面的想法就是自己找了一个，就现在还没有稳定下来，然后对方也没有稳定下来，就刚毕业的应届毕业生，然后他觉得这样不好，就不会选择跟父母说，总觉得就是我们那些你没有稳定工作之前，就是谈恋爱都是白扯的。就他之前也跟我讲过，我也体谅过他，但最近因为我们谈了1年多了，就是到老家之后，就是还是心里难受。然后我这边我就想让他，最起码就是我们出来之后，我们一起出来了，最起码父母得通知一下。出来到哪儿？不是回老家了吗？那不去北京嘛，毕业去北京。那现在是在北京还是在老家呀？现在还在北京。那等于回了老家以后又回来了。我当时也是说了回老家休息几天再回来，再回来继续工作。然后我的意思就是当时就是回老家待几天不如不回嘛，因为我这边关键就是我家里面就是我当初来北京选择来北京的话，我家里是不是很同意？想让我在老家发展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就年轻嘛，还是陪他出来闯一闯，然后慢慢偏向他。我就跟他来北京之后，他说又要跟我回家，我就心里就怕我面对我父母我家里人就是不好处理，我就想不回家，但是我最后还是跟他回家了。回家之后不又回北京了吗？对呀。那回北京之后有什么困惑呢？回北京也是我一直要求回去啊，因为我怕在家里待久了，他真的不想来了。回了北京之后呢？回了北京还是照常工作，我还是去那儿工作啊，但是他还是就是没工作，然后在一直找兼职的状态。咋了呢？就是他对我这个人就是未来抱有一个什么样的思想？对于你们这段关系，姑娘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我可以让我的家人知道，但是也得在我们稳定下来的情况下。为什么一定要女方家人知道你们俩的恋爱关系？你们在北京谈着不就完了吗？你们先了解着嘛，知道代表什么呢，孩子？最起码就是给未来一个答复嘛。给未来什么答复啊？既然我们认识了，因为我们认识很多年嘛，高中就认识了。咋了呢？然后大学开始谈恋爱，谈了差不多1、2年左右，我们觉得就彼此都很熟悉，然后我觉得他也很好，所以就是我想跟他有一个未来，但是他这边给我的，你所谓跟他有个未来是指什么？就是你别给我含糊唧的，结婚的那种嘛。听懂了。那问女生3个问题嘛。第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以你的能力在北京可以独自的生活下来吗？我觉得不可以。行，你回老家去吧。以你的能力，你觉得你可以在北京独自生活下来吗？我觉得可以。那就在北京好好干吧，这事儿就结束啊 ，OK 啊。你会嫁给他吗？不一定。你爸妈会同意你嫁给他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以现阶段的他，你爸妈一定不同意你嫁给他，是真话吧？
是不是？是。那你经过了就毕业这短短的几个月，反反复复的这么折腾，北京老家北京这么折腾，你觉得这个男孩是你想象当中的那个可以让你依靠的男孩吗？男人吗？我觉得是。是干嘛还不一定要嫁给他呢？我觉得他有点幼稚。你今天来想得到什么？我今天来就想得到一个答复。啥答复？他是否能答应我一个未来？能否让身边人或父母知道我、了解我？你到底现在是要求他官宣，还是要求他许你未来？就都要。都要。什么时候要到？就近几年吧。什么时候带他见你父母啊？等我们能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你喜欢他什么？对我挺好的。你喜欢他什么？我也喜欢他对我挺好的。哦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娶她？因为我感觉他不管是在心理上还是做事上，都是对我挺照顾的。你爸妈跟你谈过吧？谈过。他们要你找男朋友的标准是？他们想让我再大一点再找。大一点是多大？24以后。为什么24？他们觉得我们现在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。哦，不能养活自己。是。哦。为什么说到这儿难受呢？因为我知道我父母也是为我好的。他是真心对你，对吧？是。但是在物质上，他又没有办法达到你们所谓稳定的要求，是吧？所以你心里很难受，对吧？这是你的真爱，至少这个阶段是吧？但是离你和你父母心目当中的那个乘龙快婿的标准相去甚远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对。就爱得好难是吗？爱的人家里面不认可，对吧？然后你也知道，几年过来，可能即使你到了24，他的条件依然达不到你父母的标准。在北京闯完之后，是这感觉吧？就觉得过去好像通过个人的努力，我们能创造一个什么，其实并创造不出来，或者说不会在你想象的那个年头里创造出来，是吧？害怕跟他分开，对吗？你还有什么未来？那个笨小子！行了，各位老师看怎么帮帮这对年轻人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恋爱，我们当然有了结果，甚至在过程当中应该去告诉父母。但是你们现在2个人自寻烦恼，为什么在此刻非要去考虑见父母？难道见了父母你就可以马上2个人拜堂成亲了吗？你现在最大的任务是让他真真切切的爱上你，不顾一切的想嫁给你，这就是一个男生的本领。这种是一种动力，你如何去释放这样的动力，去展现这样的动力？你呢，也同样走上社会以后多观察，是不是你真心向往的、所渴求的那个男人？如果是义无反顾，即便父母反对，我没有看到一段纯粹的恋情是因为当今父母的阻碍反对可以得逞的。我指的是父母得逞不了，只要你们真爱。谢谢。谢谢波宏兄。山大老师，工作稳定与是否应该谈恋爱，这2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遇到了一个我喜欢的人，我也到了应该谈恋爱的年纪，我凭什么不能谈恋爱呢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姑娘，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想分手？你在拿爸妈当挡箭牌和借口。我从头至尾都有这个感觉。从你回到老家不去见他，从你回到老家告诉他我不想回北京了，我想冷静冷静，就这2件事看出来，姑娘，如果你想说分手，或者你有了其他的喜欢的男生，你就大大方方的告诉他，这没有什么。你们这个年纪，我喜欢上别人很正常，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，我想跟其他的人在一起，这没有什么。但是你要
跟他说清楚。如果你不说，以其他的事情来当这个挡箭牌的话，就是你的错了，好吗？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想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不想在一起就不在一起。结婚远着呢，没有那么多事儿，好吧？谢谢。哎呀，谢谢珊娜老师，他的意思就是，可以不爱，不要欺骗，啊。丁老师，你别拿他凑合了，他就是个凑合的。你爱他吗？你的爱在物质面前有自尊有自信吗？没有，那就别拿他凑合。还有一点，你真不敢跟父母说吗？打算。打算别打算了，那东西叫镜头，这个东西叫镜头。这个镜头后面全国观众都能看见，这个镜头后面有可能有你的姑妈，有可能有你的姨妈，有可能有你的婶婶。这个镜头后面，此时此刻之后，你父母知道是知道，不知道也知道了，对吧？你不就是不愿意在现场当着镜头给他一承诺吗？对吧？就是我不能现在答应你，以后我必须得嫁给你，我现在不能答应你，你都不能答应他吧？他要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小伙子，你起码他们家里人现在都能看见你了。对，你现在想当着他们所有家里人，这镜头后头好比是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，你现在想当着所有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要他一句什么？你可以承认我吗？承认你什么？承认我是你男朋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，你是她男朋友，你不觉得你的感情投放特有目的性吗？你为什么要逼着他承认？你为什么要来到这儿，在灯光传射之下逼着他承认？孩子，你告诉我，目的性这么强的爱，你敢说你爱得很纯粹吗？如果你爱的没有自己想象那么坚定，你不能单纯的去爱他，这个时候就别要求他必须在这么多人面前承认你，尤其在家里人面前。然后您呢，如果他不是理想中那个人，你就别再调动他跟着你跑来跑去了，他连自己的方向都没有。如果你这么调动他，怎么可能工作稳定？对吧？哎，谢谢李老师，米娜老师，都放松一些，没那么严重。我们这一些成年人看来，可能我们也都忘记了自己在最年轻的时候，对感情一窍不通的时候，也都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挺好的，当一个人决定我想飞得远一点的时候，这个会跟着。不管你们两个人跟到那里了以后，日子是美好的还是混乱的，是失望的还是沮丧的，但是当你一抬眼，这个人在；当你最难的时候，这个人也在。你在北京受了委屈，你想回老家汲取力量的时候，你要他走，他也跟着走了。他挺好的，虽然说年轻人该有的混乱也好，迷茫也好，和有的时候为爱情冲昏头脑，没有什么事业的明确目标，这一些都很正常，姑娘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他真的很爱你啊。你也应该很爱他，至少在某一些地方你是相当的依恋他的，不然你不会要回老家也要把他带回去。既然两个人心里都知道我们是爱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又太年轻，年轻到好像外头有一点点风浪，只要有一个人质疑我们，我们就不敢大声承认我们是爱情，我们也不敢告诉别人我们的爱情很珍贵。放松一些啊，有爱的时候好好相爱。不需要那么多的一些表面上我给你一个什么名分，你给我一个什么戒指，我走到哪里介绍谁是谁是谁，不重要。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有爱就够了。你走他愿意跟着，你回他要陪着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爱的动作了。关于未来人生里头你们还会有的事业，你们也还会再有的方向，他都会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该出来的时候都出来。你们也都不是那些躺平的孩子，所以找到自个儿的方向，互相坐着办，好好工作，不去互相折磨、互相内耗。你们已经比好多年轻人都棒了，没什么问题，放轻松。谢谢米娜老师。我其实是一个悲观者啊，我是个悲观主义者，在这个情感里面，我看到那个，就是这个男生身上有一些鲁莽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鲁莽能坚持多久。
叫我跟着你走。就现在有很多男生很少能做到这一点了，就是我仗剑走天涯，护在你身边。很多男生很难做到了，你有这个鲁莽劲儿就好。但是在这个鲁莽劲儿的背后，他又有那么多的矫情。你看他那个心理活动是多么的丰富，多么的矫情，像一个女生一样的细腻。我不知道是好是坏，所以我就想告诉你，不要想明天，好好的活好今天，努力工作，好好相爱，行吗？行，不要想，你想太多了。其实谈恋爱坦诚特别重要。你好多事情，我觉得你没跟他聊，你不觉得你应该跟他聊聊吗？我们不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恐惧；当我们了解那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恐惧吗？为什么不能坦率地面对？不焦虑了，也不哭了，不要说谎，坦诚，别想太多了。我倒是觉得，就是放开手脚，好好的在北京闯一番事业吧。就是不管你是汽车店还是什么店也好，记住要学一门技能，踏实就好，坚定信念，加油吧！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就也许我需要给你一些时间来沉淀，也许你也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也会尊重你的想法，所以你还愿意跟我走下去吗？我肯定愿意跟你走下去，但是我相信我们以后也肯定会有自己稳定的工作，我也会让我的父母接受你。那我可以给你时间，你也给我时间，我们彼此见证好吗？好的。别轻诺呀，恋爱轻松着谈着，米娜老师说的多好啊！你这傻姑娘，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，包红兄，虽然男生对这段恋爱有些不自信，但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单纯、纯粹、纯真的爱情，我非常看好他们双出。我还是觉得，有的时候会拿自己的父母当挡箭牌，就是喜欢吗？喜欢，但是你让一个21岁的女孩现在谈婚论嫁，然后要带你回家见父母，就有点急了。对，我就觉得我接受不了，所以我理解她，然后也想告诫她不要当成负担。所以我觉得继续谈恋爱吧。然后走一步算一步，不要着急，先彼此了解吧。对啊，再看一看。李老师，那女孩啊，你要在后头，我跟你说件事儿啊。刚才在现场没时间跟你说，你不是不愿意带着她回家说这是我男朋友给爹妈看吗？但是一会儿如果你从后面走出来，我们现场呢就有一个环节叫属于你们两个的浪漫的时刻。以前走出来的男女吧，都是亲亲抱抱举高高，一会儿你走出来也有你们的浪漫时刻，那怎么表现嘞？不管你怎么表现，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可就都看见了啊！你要把这考虑进去啊。嗨，他考虑那么多，他不就成您了吗？对吧？来，米娜老师，就挺美好的，都出来吧。这一生里头能够有这么一个阶段，有一个人一直这样温柔地守护着你，特别美好。你希望他们好，对，但是你也知道结局是什么啊？我们先看今天的结局，请开门。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容美好，共未来，天津卫视。